我从没想过只是送个快递，险些把命给搭上。我是一名快递员，今天是我上岗第一天，负责的区域叫马吉小区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区只有一栋大楼，小区保卫室门口挂着一张醒目的快递员守则，虽然已经泛黄，字迹却格外醒目。猛地看过去，透着几分诡异。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。405住户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502的孕妇是个奇葩，喜欢开玩笑，千万不要进她的家。601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默念了几遍守则，打算认真遵守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不想被投诉，更不想被炒鱿鱼。你就不好奇1至3楼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吗？低沉的声音猛地在我身后响起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猛地转过头去，面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光头大叔，他穿着一身灰色保安制服。你好啊，姑娘。他热情地给我打招呼。大叔你好。我冲他笑了笑。咱们这1到3楼被一个杀猪匠给买下来了，做了肉食品加工厂，工厂平时很忙，没时间收快递。保安解释说，大概是保安的话给了我心理暗示，我总觉得周围弥漫着一股血腥味。今天的快递是一部手机，收件人是6楼的孙广才。我拿着快递快步走进楼道里，楼道的光线很暗，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光亮下的楼道破烂不堪，扑面而来的是潮湿气息和腐烂的味道。这样的环境真的能住人吗？我有些胆怯，突然间，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我的面前跑过，我吓得魂都要没了，跳着脚刚打算尖叫，猛地想起了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这条规则，害怕触犯规则会受到惩罚。我使劲捂着嘴巴，直到尖叫从嗓子里滑回胸腔，我的脸憋得通红，委屈地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到3楼拐角处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。他看到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翘了翘嘴角，真有这么热吗？看你跑得满头大汗。男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正打算开口搭话，第6条规则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，身子向旁边靠了靠，给男人让出一条路。男人又瞄了我一眼，递了一条白色手帕过来，擦擦汗吧。我社死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上了楼。隐约间我听到男人的笑声，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我一口气冲到了6楼，601的门口放着2袋垃圾，里面有纸尿裤，还有些剩菜剩饭。他家里有小孩子。我支棱着耳朵听了听，并没有听到小孩的啼哭，或者说整个小区都陷入诡异的寂静中。突然间门被打开了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后退2步。开门的是个老头，刚刚是秋季，他竟穿了件羽绒服，头上还戴着毛线帽，眼睛浑浊地看着我。送快递的？是的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我将快递盒递给他。是纸尿裤吗？他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是部手机，我诚实地回答。老头冷哼一声，谁说我要买手机？我要买的是纸尿裤，我孙女要用纸尿裤。他用力地晃着快递盒，生气地吼着。我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楼梯，准备开溜，生怕老头会迁怒于我。眼神不经意瞄到屋子里，我意外看到了老头的小孙女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穿着一条纸尿裤，不哭也不闹，因为她是个塑料人偶。第4条规则说的果然没错，老头就是有老年痴呆，他的话不能相信。丫丫不哭，爷爷回来了。老头扭头进了屋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人偶娃娃。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隐约间他竟然冲我眨了眨眼，我吓得腿有些软，一个踉跄差点从楼梯栽下去。我终于走到了楼门口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小区地面湿哒哒的，我的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沾了一手泥。我赶紧掏出纸巾擦擦，看到纸上泥水的颜色，我一下子傻眼了，竟然是殷红色，还带着甜腥味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本姑娘再也不来了。想到之前邪门的经历，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句：你说什么？我一回头，正对上保安阴郁的脸，他的神情严肃到恐怖，我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发干的唇。下一秒，他嘴角咧开，露出灿烂的微笑。你刚才的话可不能乱说。他把那把黑漆漆的伞举到我的面前，我一头雾水，他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给你看的好东西。保安快步走到保安室门口，将快递员守则翻了过来，背面写着：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心里飙了无数脏话。难道我的命就要撂在这里了吗？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难道我的命就撂到这里了吗？我气鼓鼓地上了3轮车，冒雨离开了这个鬼地方。很快，马吉小区迎来了第2个快递，心情沉重地来到马吉小区，保安熟稔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冲他强颜欢笑了一下。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502的业主。一个冰冷的女声缓慢传来：
我的快递到了吗？哎，到了，这就给您送上去。说着，一路狂奔来到5楼。我小心翼翼地叩响502的房门，门里突然传来了几声小孩子凄厉的啼哭声，接着是死一般寂静，只能听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我遏制住逃跑的冲动，等待着对方来开门。不久，一个叼着烟卷的女人开了门，她面色枯黄，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，孕妇竟然抽烟。下次麻利点，别耽误了我正事，这奶粉可重要的很呢。他麻利地签了字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好的。”我爽快地答应。你猜我肚子里的是男孩女孩？女人突然转移话题：“不管是什么，都和老大做个伴儿。”想到刚才孩子的哭声，我灵机一动说：“我这是第1胎。那刚才孩子的哭声？哪有什么哭声？”女人粗暴地打断我的话：“难道是幻听吗？不可能，这个小区处处透着古怪。”我的神经又一次绷紧。女人关门的刹那，她的表情突然僵住，2条腿开始疯狂颤抖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哭喊。我吓得面色苍白，问她到底怎么了。我要生了。女人终于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她的话让我的脑子瞬间短路，几秒钟才缓过神。我赶紧扶住她，想让她回床上躺着，可是一只脚刚迈进房门，猛地想起那条规则，千万不要进孕妇的家，咽了一下口水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这就打120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女人却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来不及了，她艰难地说。女人的肚子诡异地抖动起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挣扎。她突然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我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女人突然爆笑起来：“你真是个怂货，这是假的。”她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我的脚下，我惊恐地向后挪了挪，那孩子并没有哭。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娃娃和那老头的孙女是同款。再看女人，她的肚子依旧高高的隆起。你果然是个奇葩。我厌烦地丢下这一句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猛地冲下楼去，站在大门口。我剧烈喘着粗气，保安眯着眼睛，疑惑地看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抬头看着这栋麻吉小区，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刚刚突然多了个快递，是4楼的，你再送一趟吧。保安将快递扔给我，我惊魂未定，直接用手挡了出去。快递哐当一下落在地上，快递盒里响起了诡异的儿歌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干嘛要做快递员？我后悔万分，惊慌失措地说：“事实上，我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是快递员，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送麻吉小区的快递，仿佛从我有了记忆开始，就已经有了这个身份。”这个快递我不送了。保安大叔没有回应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一步一步往外走，在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突然停住，接着是猛烈的颤抖，砰的一声，我跪倒在地，疼痛难忍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，直到保安把我拖了回去，身体才渐渐恢复。这难道是不送快递的惩罚吗？仿佛过了1个小时，直到疼痛慢慢消退，我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保安大叔把快递踢到我的脚边，4楼的。我嘴唇不受控制的哆嗦，两眼一闭心一横。4楼喜欢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？保安一脸疑惑。我平稳呼吸，拿起快递后往楼道走去，嘴里还在默默背着规则。走到4楼楼梯口，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稚嫩的歌声。我忽然心头一跳，这歌刚刚听过，是快递盒里播放的音乐。小心翼翼地走进黑漆漆的走廊，在405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伴着我的敲门声，歌声戛然而止。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打开房门，她的眼睛如同琉璃球般晶莹剔透，嘴角向下微抿。姐姐，你是来送快递的吗？小女孩胆怯地问。我点了点头，将快递盒递给她。这是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姐姐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小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温暖，让我稍微安心一些。我不自觉地迈开了步子。小女孩签好字后，打开快递盒。当她把娃娃拿出来后，我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猛地站起身。这个娃娃和502女人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小女孩冲着娃娃的脸亲了一口，邪魅一笑，伸手将娃娃的脑袋转了过来。接着那诡异的儿歌再次传来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惊得瞪大眼睛。隐约间，我看到那个人偶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吞了一下口水。小女孩面无表情，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动不动。你是想要离开我家吗？小女孩的声音很低沉，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，透着哀怨。可是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看着她的眼神，我想逃跑，却根本挪不动步。405的住户是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我想起女孩喜欢童谣的这条规则，尝试着哼唱着一首儿时的童谣。小女孩再次暴躁，这是垃圾。我吓得冷汗直冒，赶紧换了另一首童谣。也不对，
女孩烦躁地揉着脑袋，下一秒一缕头发被她扯了下来。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崩溃的尖叫，一巴掌拍在女孩的脸上，夺门而去。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！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：“快过来！”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：“快过来！”竟然是他。第一次送快递时遇到的男人，他的出现宛若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手脚并用地朝他的方向奔去，待我躲进他的房间，他把门锁上，隔绝一切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那个女孩很可怕吧？男人递过来一杯水，我接过放在手上，犹豫了一下没有喝，只点点头。他看了一眼，笑笑：“这水没问题的。”男人的话让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把水放在嘴边抿了一小口，水的甘甜让我更口渴，我忍不住多喝了几口，身体的疲倦感驱散了许多。你们小区该怎么出去啊？也许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只好问面前的男人。男人皱眉：“走出去啊？你是被那个女孩吓到的吧？别害怕，她很可怜的。她的妈妈住在5楼，生了她却不要她，还天天家暴，所以她就心理扭曲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爸送手机了吗？”男人笑容满面地拍了拍我肩膀：“麻烦了，我爸的病时好时坏的。”原来他是6楼那个老爷爷的儿子。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听着门外已经没有任何响动了，我摸了把脸，叹气道：“真是麻烦你了，我得走了。”心想着我得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算疼死在小区门口，我也不想再踏进来一步。刚站起身，我眼前突然天旋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男人诡谲地看着我笑，倒下的一瞬间，我蓦地想起那2条规则：快递员送快递时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醒来时，周围黑漆漆的，头还晕乎乎的，感觉浑身酸痛，像是血液流畅不通一样。我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我竟然被男人用绳子捆在椅子上。这时房门被推开了，紧接着屋内一片光明。我眯起眼睛，看到男人笑着向我走来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翘着2郎腿，血笑的眼神注视着我。这么细皮嫩肉，真的有点可惜啊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不敢看他，弱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。他歪头眯着眼，又说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：“你猜一下，楼下肉食品加工厂的原料是什么？”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陡然瞪大了眼睛，冷汗打湿了我的衣衫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吗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颤抖着声音问他：“这是你的命，你逃不掉的。”男人突然扼住我的脖子，他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的脖子拧断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男人猛地收回手，脸上扬起了笑意，挑了挑眉说：“你很快就不会孤单了。”屋子里再次陷入了静寂，外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动和男人的咒骂声。理智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，这里的人一定有问题，或者说这里的人还是人吗？我开始四下寻找能解救自己的工具，意外的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杀猪刀。我拼尽全力向一边倾斜，然后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。我咬着牙让身体带着椅子挪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汗流浃背的来到了杀猪刀的跟前，随后又用嘴将刀叼起来。刀背上的腥臭味差点让我吐了出来，可是为了活下去，我咬紧牙关。我的口腔里很快全是血腥味，担心男人随时都会回来，我不敢有1秒的停歇。绳子终于被我割断，重新恢复自由的我泪流满面。猛然间，我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是他回来了。我急忙将椅子扶起来，把绳子假装捆在身上，然后双眼紧闭。男人进屋看到我的模样，不禁自言自语：“不会是死了吧？这肉就不新鲜了。”说着，男人蹲下来，把手指凑到我鼻子前来探我的气息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杀猪刀，猛地砍了下去。男人发出尖利的叫声，他捂着脖子上的伤口，痛苦的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惊胆战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接着迅速朝门口跑去。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楼道里一片漆黑，手机不知道被我丢在了哪里，我只能摸着墙踉跄地往下跑，心脏紧张的要跳出胸膛。跑着跑着，我仿佛看到了楼口的光亮。突然间，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的手上提着一根木棍，是那个保安大叔，他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。大叔，我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句，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折腾了这么久还能活着走出来。他扭了扭脖子，双手举起了木棍。我不能死。我将脑袋歪到一边，木棍扑了个空，重重砸在墙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保安忍不住咒骂了一句。趁着他放松警惕时，我扭头拼命往楼上跑，一边跑一边背着规则：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，没有第7层，难道是7楼？保安的狞笑声响彻整个楼栋，那笑声离我越来越近。我用尽全力奔跑，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，果然有7楼。7楼只有一个木门，
门缝里透出了温暖的光亮，保安已经近在咫尺。我跑向7楼，伸手铺开木门，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我的卧室。难道之前发生的种种只是一个梦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依旧健全，随后又抬手在胳膊上掐了一下，痛感让我险些喊出来。不经意抬眼时，床头的娃娃正歪着头看我，这娃娃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，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伸手将它塞进抽屉里。就在我回想着刚才那逼真的梦时，手机铃声倏地响起。女士，你好，经过公司筛选决定，你被录用了，下午就可以直接上岗。这通电话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兴奋得不能自已。我兴冲冲地办理了入职。快递站长将一个包裹直接递到了我的手里，我低头一看，2只眼睛差点吓得掉出来。地址是马吉小区601，收件人是孙广才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地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地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，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。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谁啊？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对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我看到有4个人，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
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 N 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